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人都有思想活动，思想的性质反映一个人的心理事件、心理功能、心理活动，而思想所产生的是一种精神和物质的过程。手相学家把手掌分为上中下三个不同的层面，上部为思想世界，中部为实际世界，下部为本能世界，总称为三大世界，所代表的是一个人内心的世界。手的上部区域是指四只手指，这部分的区域是属于思想世界，代表想象力、创造力、思考力，是表示一个人的思想倾向。另外又把它细分成手指的第一指节为思想，第二指节为实际，第三指节为本能。这三种指节，其中以代表本能的第三指节为最准确。例如第三指节肥大，手指之间没有缝隙的人，不是代表不会漏财，而是表示这个人追求物欲、色欲、食欲的本能欲望比较强烈。如果第三指节比较瘦，而且有缝隙，例如哲学型的手型，这种手型并不是代表会漏财，而是表示这个人追求本能的欲望比较小，没有那么强烈，只要求能满足自己正常的需求就可以了。在思想和精神方面的追求反而会比较高。如果四只手指长很发达的人，是代表这个人重视精神层面或感觉，对于精神生活较为注重，有创造力和丰富的想象力，做事小心谨慎，记忆和理解能力强，拥有思考、分析、探求真理的能力。不过有时理想过高时会与现实生活脱节，有时只能沦为空想。四只手指特别短不发达的人，比较不重精神上的生活，较重视物质生活，行事比较急躁，不够冷静，缺少深入的考虑，思想比较偏激主观，有时候只凭一时的想法和情绪办事，缺乏感情和理智，有可能会犯罪，或为了达到目的用不择手段的方式得到钱财。中部区域是指手掌上面部分，包括了木星丘、土星丘、太阳丘、水星丘，视为实际世界，代表一个人的实际活动能力，包括权力、知识、艺术、虚荣心、功名、技术、商业和财富。如果这些掌丘饱满发达，代表在一生中对于名利、地位的追求会比较顺利。如果这些掌丘平坦，有些凹陷不发达，是表示这个人的一生中追求名利地位会比较辛苦。下部区域是指手掌的下半部，视为本能世界，代表一个人的爱心、情欲、浪漫、幻想。下部区域金星丘、月丘饱满发达的人，比较热情有爱心，对于物质欲望、色欲、食欲的追求会比较强烈。如果太过于饱满发达的话，比较会以自我为中心，不太会顾虑到别人，有可能为了达到目的强行取得一切，也因为如此会得到不少财富。如果金星丘和月丘都不发达，很平坦或有些凹陷，是代表对情欲物欲方面追求的程度比较弱，人也比较冷感。各位好朋友，在手相学上虽有自己的专有名称，例如八大丘，这八大丘的名称其实都是跟西洋占星学有很大的关联，因为它们有很多地方和占星学的意义相同。在我们东方手相学中，手掌是以八卦来定位，八卦分为先天八卦、后天八卦，两者的差别是顺序上的不同。手相所使用的是后天八卦，顺序是乾、坎、艮、震、巽、离、坤、兑，掌心的地方称为明堂。这些所代表的位置意义跟八大丘一样，有它个别的含义。以八大丘和掌中八卦来说，它们的划分方法有些雷同。东方手相术中以阴阳五行金木水火土为思想，手相掌纹分为掌中八卦和12宫。所谓的掌中八卦就是乾宫、坎宫、艮宫、震宫、巽宫、离宫、坤宫、兑宫、
概念上跟八大丘有些类似，就像西洋手相和东方手相的手型分类一样，虽然有些不同，但彼此之间都能得到共同的特质，以至于对中西方这两者的融合方式，也就能成为大家都能接受的分类方法。接下来樊晨居就来跟大家说明掌中八卦的位置和意义。掌中八卦的位置和意义：一、乾卦位置是在月丘，五行属金，代表父亲与长子履行理想，是表示这个部位可以看出父子父女的际遇或父亲的状况和长子间关系的盛衰，出外旅行的状况好不好，同时也是反映权位的高低和远大的理想。月丘所主要表示的是想象力、梦想、神秘、审美观、音乐、感受力、爱旅行等等。乾宫这个部位如果厚实发达隆起，是表示这个人有较强的分析能力，可以把事情打理得有条有理，这方面会有助于理想的实现。父亲的运势发达长寿，如果智慧线过长到达了乾宫，代表这个人的父亲健康不佳，或是和父亲的关系不和，长期分居两处，不能善尽孝道。相反的，这个部位如果是薄低线的话，代表不擅长事物的分析，对知识方面不感兴趣，没有求知欲，不切实际，比较会胡思乱想。二、坎卦位置是在手掌根部的地丘，地丘又称为海皇丘，五行属水，在西洋手相，海皇丘是没什么意义的，是代表一个人的根基与主业和事业发展的原动力。此外，还有健康、生殖能力、遗传、子女运的代表意义。但因为从生命线末端可能会有旅行线经过地丘，所以也有表示喜欢到处旅游、居无定所、常搬家或远离家乡居住的含义。如果坎宫这个部位厚实发达隆起，是代表主上庇荫，能够保佑到这个人的身上。小时候家庭环境优渥，能受到好的栽培，打下稳固的基础，性格开朗、聪明、有自信，忍耐力强，在外事业会受人帮助而有所作为，一生衣食无缺，健康情况良好，子女运也好，晚年的生活幸福美满。相反的，坎宫这个部位薄低线，代表主上破败，家道中落，小时候家庭环境贫困，接受教育的机会少，不能依靠家里的助力，凡事必须靠自己的力量打拼，做事比较没有毅力，在外会受到很多挫折，因为经济上负担多，生活会比较辛苦，健康情况不良，生活不是很美满。如果有出现远行线，是表示不适宜经常远行。三、艮卦位置是在大拇指下，生命线圆弧隆起的部位，五行属土，代表田宅、兄弟姐妹，是表示一个人有无田宅和兄弟姐妹间的感情。艮宫这个部位厚实发达隆起，是代表这个人身体壮硕，赚钱能顺利，家中的财产相当多，个性温和、仁慈、善良，兄弟姐妹之间关系和睦，非常重视感情，占有欲强，情欲比较旺盛，不过还能克制，在年轻时就会有小孩。艮宫如果太过于发达，则是代表这个人身体强健，比较爱慕虚荣，情欲特别旺盛，有可能会因为贪恋于男女情事而失去自己的事业。如果艮宫太薄又低线的话，对感情有时冷淡，有时又热情，比较不在乎对方的感受，只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有时会显得冷酷无情，对于情欲方面有时会厌倦，因此小孩会比较少，因为不善于交际，没有好的人际关系，不管是亲戚朋友或兄弟姐妹间和夫妻间的关系均不太和睦，做事没有毅力，很难有所成就。四、
震卦位置是位于艮宫的上方，生命线的内侧，金星丘和第一火星丘。五行属木，代表配偶、异性，是表示一个人的胆识、魄力，在年轻时期的机遇，和配偶两个人都可以得到社会地位。第一火星丘代表的是积极决策能力、胆识、勇气。正宫厚实发达隆起，是代表这个人积极乐观，又能向上进取，有决断力，不怕困难。因为人缘好，能博得异性的好感；事业运好，能得到配偶的帮助。在中年时期，事业就发达。如果是女生，代表这个人的财运好，与配偶的感情融洽，家庭美满幸福，可以成为家里的主导者。相反的，正宫薄低陷的话，是代表这个人个性较为保守，胆识不足，多疑，没有求新求变的勇气，只停留在原地，没有进步，无法适时掌握时机，很难成就大事。婚姻不顺，夫妻间经常会有摩擦，严重的话可能就会分开，各自过生活，或是配偶健康不佳，长久受到疾病和贫困的劳苦。五巽卦位置是在食指下方木星丘的位置，五行属木，代表财富，是表示一个人的财运好坏和年轻时的运势。木星丘代表的是自信心、向上心强、荣誉感、公民心、权力欲、支配欲等。如果巽宫厚实发达隆起，代表这个人的头脑聪明，才华洋溢，喜欢吸收新的知识，文笔佳，能靠文学这方面赚钱。个性温和善良，做事有强烈的责任心，为人正直，有正义感，对朋友大方，有很好的人际关系。从年轻开始运势就很好，一生中也有很好的财运，生活能幸福美满。相反的，巽宫薄低陷的话，代表这个人比较懒散，不懂得读书进取，事业方面没有什么成就，年轻时运势不好，很少有正财，偶尔可以得到意外小财，不过难以聚财，大部分会为生活奔波劳碌，因为常常缺钱而拖累朋友，所以人际关系不好。六离卦位置是在中指下方土星丘的位置，五行属火，代表功名、考试、事业、官禄、官位的高低。土星丘代表的是思考、事业、多愁善感、压力、隐居等。如果离宫厚实发达隆起，代表这个人在小时候成绩就很好，中年时期会有所成就，钱财与官位方面都会有所收获。婚姻方面可以找到好的另外一半，家庭能美满幸福。相反的，离宫薄低陷的话，代表这个人的个性比较冷漠，不喜欢与人亲近，有能力但怀才不遇，少了贵人提拔，常常会遇到小人，做事容易受到阻碍，不适合当官，即使当官，官运不顺，有可能会有牢狱之灾。婚姻方面不太理想，有可能会以分手收场。七坤卦位置是在无名指和小指间，也就是太阳丘和水星丘的位置，五行属土，是代表一个人的生死、婚姻，也代表了母亲和母亲与儿女之间的得失、感情、福报。太阳丘代表的是财富、才能与名声等，水星丘代表的是智商、才艺、科学、人际关系、商业等等。手相学把食指、中指、无名指和小指下方，也就是木星丘、土星丘、太阳丘、水星丘的位置区分为3个区域，这几个区域所代表的是福禄寿，合称三宫。如果这三宫的位置发达隆起，代表三奇。在之前我们学过的命运线，如果它的分支指向这3个位置，就称为幸运三奇纹，是大吉的象征。如果坤宫厚实发达隆起，代表这个人聪明机智，寿命长，也表示这个人的母亲有智慧又贤德，母亲身体健康平顺，有一位好的贤内助，子女孝顺。
家庭生活幸福，适合从商，事业顺利，能得到贵人相助，可获得地位名声，能获得大众的支持，晚年运势会更好。相反的，坤宫低陷，代表这个人喜欢安逸享乐，不懂得上进，希望不劳而获，做事不顺利，没有好的机遇，事业难成功。母亲的人生比较坎坷，这个部位如果长得特别不好，则表示能力较差，母亲身体健康也不佳。8对卦位置是在感情线开头的下方，在第2火星丘的位置，五行属金，代表部属、朋友、人缘、子女，是表示一个人人缘的好坏、财运和识人用人的才能。第2火星丘代表的是意志力、正直、道德感、忍耐与自制力。如果对宫厚实发达隆起，代表这个人精力充沛，积极进取，有冲劲，有信心，有耐力和自制力，富有冒险的精神，有识人用人之能，对朋友部属都很关心照顾，能得到下属的尊敬。财运不错，有偏财运，夫妻关系和睦，能得到配偶的帮助。对于子女会以关怀付出，不求回报。如果对宫薄低陷，代表这个人态度上比较消极，没有冲劲，性格浮躁，容易生气，先天身体抵抗力较弱，没有毅力，遇到困难时不愿意面对，逃避现实，事业上不顺利，下属或合伙人大都是不忠心的人，夫妻缘薄，不能得到配偶的帮助，与子女的感情比较不亲密，没有偏财，性情虽然急躁，但遇到事情时却又裹足不前。如果对宫太过发达，则代表这个人缺乏弹性，争勇好胜，凡事不能迁就，婚姻生活不美满。9明堂8宫加上明堂是为9宫，位置是在手掌中心凹陷部分的火星平原，是8宫所围起来的掌心区域。五行属土，在西洋手相学里讲的大概是跟性格、财运、人际关系、爱情有关的部分。在东方手相学所代表的是一个人一生的兴盛与衰败、吉凶，表示人生获得与丧失。一般手相以8宫饱满隆起，明堂低洼凹陷为佳，根据明堂的深凹程度判断一生钱财的多少。这种掌丘的呈现情况是各个掌丘饱满隆起，明堂自然就会形成的低陷，这也代表了吉祥。手相学所言，明堂低洼能存钱，明堂越低洼，代表聚财能力越强，也越有钱。如果呈现的是明堂凹陷的情况，凹陷是指各个掌丘平滑不发达，明堂又比各个掌丘低陷下去，叫做凹陷，是代表这个人一生比较坎坷，劳苦多，收获的少，不太会处理事情，精神不易集中。如果8宫平坦，明堂特别的隆起，特别隆起的意思是指隆起的高度与各个掌丘的高度相等，是表示不会因为受到阻碍而屈服，具有无比的勇气。高度如果太高，代表的是这个人缺乏弹性，性情较为不佳，自我情绪管理比较差，时常只按自己的意思行事，不太接受别人的意见。好朋友五象书云，看掌之法先看气色，意思是凡事看掌色，以掌心为主。而手相掌中八卦的各个宫位所呈现的掌丘气色，有可能是润泽光彩，也有可能气色不佳，例如黑色，这是代表不祥象征。所以说气色的好坏也暗示了宫位的吉凶祸福。在下个单元我们再来探讨东方手相学的手型。对于这个单元有任何想法和建议，欢迎你在底下留言，我们下次见。谢谢你的观赏，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请帮我按赞、分享和订阅频道。订阅是免费的，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我有新的影片就会第一个通知你，才不会错过精彩内容。拜拜。